本来这里还有一半的监控是正常的，上个师傅过来一修，就把剩下那半给干没了。现在棘手的是，他也把全部的通道都给删了，所以这期更像是同行给我出了难题。既然都删完了，那么我们就用录像机搜下，看下能搜到多少个摄像头。在搜摄像头期间，厂长就告诉我，这边总共有32个摄像头，但是目前的情况我一个都搜不到，那应该是线路方面的问题了。所以我这边得看一下线路是什么情况。现在我手里拿的线就录像机的主线，它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但是我看了一眼交换机，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你这个都不亮啊，你这个线都没改过啊？哪个？你这个交换机都不亮啊？这个吗？对呀、那可能刚才我碰了，刚才我碰到了，我刚才碰到。哦，这个对，原来交换机不亮，是厂长把电源给碰松了，我这边就把它接了回去，交换机就亮了起来。那么现在就去录像机那边，看看能收到多少个摄像头。你这不是收得到了？但是只有9个。9个吗？啊，12个。慢慢的，他可能又变了。上次他来的时候收的是20来个，只有10来个是丢失的。这边我等了很久，刷新来刷新去，还是12个。索性我就把这些摄像头先添加上去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添加摄像头都是异常的。我点击了一个，显示网络不可达。我这边看了下摄像头的网段，它是2网段的，那录像机也是2网段啊，为什么就出现网络不可达呢？而且我在通道里面还看到8网段的摄像头，这地址跨的有点大了，这肯定哪里不对了。我看了下8网段的摄像头，一样是网络不可达，那我只能拿电脑出来试下了。当时我电脑开机的时候正在更新，我侧眼看了下去，发现网络不可达变成了用户名密码错误，这就更奇怪了，这故障咋还变来变去的？既然现在密码是错误的，那么我就让客户输入密码，看看能不能查到摄像头之前的密码。哪成想客户就和我说，之前的师傅改过密码，他也不知道密码改成什么了，于是就打电话给我问了下。他重置过，他那个 IP 了，我怀疑是他那个其他 IP 线了，拿个 IP 搜索去搜索，看能不能看到。你先拿密码给我，我再解决。我打过去，转过去，你看2个。虽说要到了密码，但是我输入的时候显示的只是录像机的密码，并不是摄像头的真实密码，但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，于是我就把这12个摄像头给删了，打算重新添加。就在我重新添加的时候，发现12个摄像头就变成了27个。喂，24，又多了，又多了27个，刚才12个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就全部添加上去了。但全部添加上去才发现，仍旧是密码错误。我点击找回密码的时候，它就显示操作失败。后面我才发现，个别摄像头又出现了网络不可达。当时我就怀疑，他们这网络可能有点问题了。于是我就接上电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我给电脑固定了个2网段地址，然后看了录像机的 IP 是.2.168，于是我就浏览器输入这段地址，看看能不能访问录像机。这边我大概等了半分钟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动静，那只能拼，看看能不能拼得通了。没想到现在拼也是拼不通的。我看了一下地址是对的，那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所以我只能重新检查线路了。当时我看交换机的灯，它一路爆闪，那10有8九是存内环路了。这时候我再看了下电脑，拼居然就通了，但是没有通多久，又丢了几个包。看来和我想的一样，果然有环路。不过这次环路格外的可怕。当时为了先恢复录像机，我就把所有的线都拔了。现在交换机上只有我和录像机的网线，这下拼终于正常了。之前进不去的后台，现在也能访问了。接着我就挨条插回去，原以为找到这条环路网线非常的简单，我只要每插一条就看一眼拼，如果插到哪条拼超时了，那就是哪条环路了。但是后面你们猜怎么着？我把最后一条线插上去了，拼只丢了一个包，就再也没有丢了。就掉了一个。那时候也把我整懵了，全部网线都插回去了，拼没有丢包不说，就连延迟时间都是正常的。之后我等了一段时间，拼才开始丢包，掉了，完全崩了。接着我就开始拔网线，看它拔到哪条拼才恢复正常。
看见，这条拔了以后，拼还是没有恢复正常，那么接着我就拔第二条了。当时一拔这条，拼就恢复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接回去验证下，看那拼会不会丢包。哪成想这一接回去，拼一直都没有丢过任何的包。这种情况我在以前也遇到过，但是在2层交换机里面发生的概率还是太少了，所以我就尝试拼2万只级的大包，看它丢包明不明显。很显然，2万只级的大包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丢包，难不成是最后那条线存在环路？所以我就把最后那条线插上去试了下。大伙有没有留意到，这里已经丢了个包，这是我插网线之前丢的。那么最后那条线应该也不是环路的那条网线，现在通过拼拔线的方法，已经找不到那条环路的网线了，那我只能靠抓包去查找了。首先我们打开哇萨克开始抓包，由于这段是我在家拍的，所以目前只抓了6个包，但是只要我把这网线接上去造成环路，软件就会显示有大量的广播，之前6个包也瞬间变成了3万多个包。你再等那么几秒，3万多的包就变成了75万个。这种情况下，通常整个网络就会崩掉。我就靠这个方法找到了这条环路的网线。正当我准备查找这条线通向哪里的时候，却发现有时候真相就在眼前。阿飞知道了。哦，找到了。你这条是这一条。哦，连在一起是吧？是一条线来到的，你这里环路了。这样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哦，这样，慢慢。你这有环路了，就这条。哦，是这个。谁插上去的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一般我们不动他，但是我要问他一下，他是不是他插的，还是？就之前师傅这么一插，导致你的工作难度大大的增加了。当时我还以为这条线是多余的，我就把它丢在了一边。但这条线这么一丢，后续还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。现在环路消除了，录像机能收到27个上头，原我点击添加就能修好27个，但添加上去后却发现摄像头一片的异常。我看了一下状态，全部的摄像头都是密码错误。这时候厂长才和我说，之前的师傅把录像机密码给改了，这就意味着我要修改这个27个摄像头才能恢复过来。修改摄像头密码步骤我打算详细说的，但很容易出现违规的情况，所以这边我就跳过了。总之改完了27个摄像头密码后，画面就都恢复了正常。那么接下来还有5个画面，好在厂长都知道剩余5个摄像头都安装在哪个位置。这里一个，这一个。那边他接哪个交换机？带我去交换机那里。这里有个交换机是吧？由于这边的交换机实在太多了，厂长也不知道是哪个交换机负责，我只能爬上去看一下哪个交换机的灯不亮就是哪个了。我打开了第一个箱子，发现里面的网线全部都是亮灯的，那么5个相头还不是这交换机负责的。当时厂长也拿来梯子一路跟随我找来找去的，由于这个过程实在太漫长了，我就跳过了。最终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回到录像机旁边才找到了这个交换机。你这个不亮哦，应该说亮，但是没有数据。不会你那4个就在这里吧？因为我看这个交换机也是 POE， 但它只亮灯，并没有传输数据，所以我就怀疑这个交换机应该也是负责监控的。我看这交换机其中一条线是接到路由器上的，那么我就用电脑接上路由器，看看能不能收到摄像头。电脑连上了 WiFi， 然后我再点刷新那么一下，果然就找到了4个摄像头。哦，收了4个。哦，对对，这下我才明白过来。大伙还记得这条没用的网线吗？它应该是这2个交换机相连的。结果之前的师傅不但让他们断开了，还把这条线插了环路，所以我现在要把这小交换机和这大交换机接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录像机就能找到那4个摄像头了。看见没有？这4个出来了。4个出来。哦，我把4个摄像头添加上去后，监控就恢复了31个。至于最后那个属于线路故障了，估计看到这里的人并不多，所以维修过程我就跳过了。总之要不是之前的师傅乱接线乱改密码，哪怕网线有个标签，故障都不会发展成这么麻烦。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就在我修好了没2天，监控又坏了一半，所以还有下一期视频。好了，下一期我们接着讲。
这是我2022年5月份拍的素材，想必大伙已经察觉到这些监控画面不对劲了。一个摄像头这样还没什么关系，可怕的是这边70个摄像头都是这种情况。当时我维修的时候，老板是不同意我拍摄的，但这种情况实在太少见了。为了能把案例分享给大伙，我和老板交涉了很久，他才同意拍摄，但代价就是当然免费维修。这期我就无偿的把这个案例公开给我们圈内的人作为参考学习。如果本期对你有用的话，还请多多支持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就看我如何把这些监控给修好吧。我首先要搞清楚他们这边的线路情况，我才能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当时我大概看了一下，他们这边有3台录像机，这3台录像机都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。我听他们说，这浅蓝色的线是从路电井那边过来的主线。征得他们同意，我就拔了下浅蓝色的线，果然网线一拔后，一大片的画面就都消失了。看来路电井那边应该有大量的交换机和网线了。然后我就让他们带我去热电井那边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来到了热电井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这边有大量的网线，但头疼的是这些网线是没有任何一根线的。不过好在这边的负责人他是知道线路布局的，他当时就告诉我，楼上楼下都有交换机，那些交换机的主线都汇集到这个交换机上了，然后再由这个交换机把信号传到监控室那边。到了这里，他们基本线路我就摸清楚了，那么我就要开始排查故障了。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所有的录像机的硬盘都给拆了，这样先排除硬盘的问题。因为我一来的时候就一直听到硬盘报错的声音，估计很多人纳闷了，监控画面卡顿和硬盘有什么关系？说来也不可思议，我在一次执行保密维修项目中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那边有500个摄像头，就连交换机都是万兆级别的，但和这边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，整个画面都是卡的不行。当时来了好几批人，愣是找不到原因，后面就连厂家也过来了，也是摸不着头脑。直到后面有一位师傅发现是某个硬盘坏了导致的画面卡顿，当时我和厂家都惊讶了，这两者看起来毫无相关的东西，在理论上也讲不通啊，硬盘咋会影响监控画面呢？但是这事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，这都是实战中积累的宝贵的经验。考虑到排除这个成本比较低，所以我要优先排除这个原因。后面硬盘全部拆完后，再次通电的时候，没想到画面还是非常的卡，那么硬盘的原因就被排除了。接下来就要考虑它码流的问题了，因为70个摄像头都集中在这个交换机上了，这无疑对交换机是个巨大的负担。但人家说这些摄像头已经安装1年半了，之前是没有任何卡顿的情况，那么我该如何确定是码流的问题呢？其实方法也很简单，我这边随便拼几个摄像头的 IP 地址，看看它的拼有没有丢包。当时我拼了3个摄像头的 IP 地址，拼的延时都在10几20左右，但有少量丢包的情况。接着我就把3台录像机都给拔了，然后我再看看拼的变化。果然拔了3台录像机后，拼的延时时间就变成了1毫秒，而且再也没有丢包了。那么基本确定就是码流的问题了。当时我就把一个录像机接上去，大伙看一下拼吧，它的延时时间果然有波动。然后我再把第2个录像机接上去，这个时候拼的延时已经从3、4毫秒变成了10几毫秒。接着我再把最后一个录像机接上去，大伙看吧，又开始出现丢包的情况了。你看现在延时10几毫秒，它还丢包，那就是码流的问题了。看来是经过长时间运行，交换机的转发性能已经变弱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要换一个背板带宽更高的交换机。但是我这边属于免费维修的，我当然不可能掏钱买交换机了。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，我就用我自身的办法给他们解决。首先我让他们从热电井再拉2条线到监控室，等他们把线拉完毕后，我接着去热电井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网线布局。我现在要拔的这条线是接到下面交换机上的，我把它接到电脑上，看看这交换机有多少个摄像头。这里我电脑扫出来了19个摄像头，后面我又把网线接到这个交换机上，发现可以扫出50个摄像头。看来之前的负责人他说的是对的，楼上楼下的摄像头都是经过这个交换机中转才到监控室的。当时我就随便把一条线接上去，发现可以扫到17个摄像头，于是我就给网线写了个17。后面我又拔了另一条网线，这条网线能扫出20个摄像头来，我也给这网线做了记号。我把全部网线做完记号后，就开始用胶布接线了。这样的话，所有的摄像头的信号都直接到达监控室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他们拉2条线的原因。
线全部接完毕后，我就回到了监控室。由于他们布线没有做记号的原因，我用同样的方法把网线插到电脑上，看看电脑能扫出多少个摄像头，我就给网线写上摄像头的数量。就这样，摄像头的数量整理完毕后，我就把20个摄像头的网线接到交换机上，然后再看看哪个录像机显示的画面最多。但愿这些画面不要过于分散，不然的话就有得玩了。好在3号录像机出现了18个摄像头，其他录像机就只各占了1个。那么我就把这条网线直接插到3号录像机上，这样的话庞大的码流就不需要经过热电井和监控室的交换机了，那么卡顿自然也不存在了。至于其他画面如何迁移到这个录像机上，这个是做热电的基本功了，我就不多赘述了。后面2个录像机也是一样的步骤，我也跳过了。接下来就看最终效果吧，大伙看吧，卡顿画面完全消失了，这是不换任何设备的情况下能做到最大限度的优化了，不但把问题给解决了，还省了2台交换机。当然，我往期还有很多案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大伙可以翻翻看。